大家好，我是囧星人。《海底总动员2：多利去哪儿 Finding Dory》7月7日上映。近年来这么多经典的动画作品诞生后，迪士尼证明其品质的稳定性，至少比微软的 Windows 靠谱吧。这部电影在亲子议题上有足够深入和切实的描绘。我该说什么呢？其实我本来不确定要不要为它写个影评，别人叫我写的时候，我心想大概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感想吧。一部电影一定会有坏评，但好电影就是你身边8、9成的朋友都会说它好，而且我们通常都知道它为什么好。讲来讲去就是那些优点，剧情紧凑，角色鲜明，对白幽默，寓意深刻。说真的，我写了快10年的评论，重复的敲打那些词汇，你不逆反我都要逆反了。所以今天我想讲的是关于多利去哪儿为什么特别感动我。个人非常之主观的意见，这整件事得从我的祖母开始说起。你没有听错，我是说我的祖母。祖母在我高中时出现阿兹海默的症状，渐渐丧失短期记忆。不仅如此，她的长期记忆也在加快衰退。等到我大学毕业，她完全忘记了我是谁。我在加拿大读书时与祖母住在一起，那时的她记忆已经倒退到除了我祖父以外不认识任何人，新的记忆只能维持几分钟。她无法和别人正常交谈，可能当下在做什么都记不住，每天都像看到陌生人一样看着我，而我早就懒得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说我是谁。跟有失智症状的家人同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的脑袋混乱，分不清白天黑夜，常常晚上敲我房间的门，打不开就一直喊是谁在里面。我没有一天能好好睡觉，逐渐变得神经衰弱，脾气越来越暴躁，可是却拿祖母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无论怎么抱怨或央求，都像是对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讲话。我早就说了很多遍，为什么你就是记不住？我几乎快要崩溃地对他这样说过，可是回应我的只是祖母那像孩童一样无辜的表情。就算对他大吼，他很快就会忘记，内疚的心情却会留在我这里。有时候我看着祖母心想，失去了几乎所有家人的记忆，到底还算是我们的祖母吗？如果她将要去见上帝，那时的她是有记忆的还是没有记忆的？失去记忆后的人还算是原来的那个人吗？如果不是，那我的祖母到底去哪里了？电影里多利的父母教给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患有短期失忆症，而剧情中几乎每次多利讲这句话前都会夹带一句 I'm sorry。每一次的 I'm sorry 都刺激着我的泪腺，结果我看电影的诊断过程，眼眶几乎没有干的时候，多利被水管冲走，在空旷幽深的海底惊慌失措的不断自问，我到底忘了什么？想起来。那时我感觉好像第一次体会到祖母经历着什么，眼泪几乎是像瀑布一样溃堤。外国有位知名学者在得知自己患了阿兹海默症时，决定动笔写书，我忘了那本书的名字。他在书里描绘那种感觉，就好像陷入流沙。起先还有自觉和力气挣扎，渐渐的忘了你重视的一切人事物，渐渐的无力抵抗挣扎，忘了自己是谁，真实的自己到哪里去了。他痛苦却无助，身不由己，一个人前往了荒无人烟的沙漠，最后从脚到头都被流沙所吞没。多利没有失去他的长期记忆，短期记忆不断重复加强后可以转换成长期记忆，而且因为剧情需求，他总是可以奇迹般的突然又找回记忆，所以他在黑暗的海底和父母重逢了。然而我的祖母不是，奇迹不会发生在她身上，她连自己失忆也不知道，她和她的记忆一起被永远困在了没有人找得到的深海里。即使如此，我很感激能看到这样一部电影。另一部描绘早发性阿兹海默的电影《我想念我自己》，女主角的周围人都那么富有耐心和充满关怀，有过于理想化的嫌疑。倒是多利去哪儿中的各个角色还比较真实，他们抱怨、奚落、瞧不起、发脾气，各种负面情绪都反衬出多利令人心酸的遭遇。他的每句对不起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，所以我说这大概是一篇主观的不能再主观的评论。我被多利去哪儿所深深感动，因为透过多利，我似乎能够跟祖母一起身处于海底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在乎他能不能找到我们家人，要做的或许只是握住他的手，给他一个拥抱，对他说没关系，我能找到你就好了。当然祖母人在加拿大，所以我得排时间回去度假，希望这个夏天会有空吧。以上纯属囧星人个人意见，谢谢收看。对了，个人对失忆症电影有偏好，接下来几周将为各位带来失忆症电影专题。如果你想看到的话，请记得按下订阅追踪我的频道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个喜欢。谢谢你聆听完我祖母的故事，我是囧星人，我们下次见。